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欢迎来到 High Weapon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横跨80年代的主题——美军轰炸机的进化史。从 B-29在太平洋战场投下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，到 B-52在冷战边境长时间高空巡逻，再到如今即将服役的 B-21突袭者。这些战略轰炸机不仅仅是飞行器，它们是国家意志的延伸，是空军力量的核按钮。它们不吼不叫，却能在全球任何角落精准投弹。他们不是前线士兵，却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走向。今天我们就来带你一起回顾美国这支空中威慑舰队是如何一步步从 B-29进化到 B-21的。时间回到1940年代末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整个世界还沉浸在核武器带来的震慑中。而就在那个节点上，空军诞生了一种新的角色——战略轰炸机。B-29就是这个时代的开端选手。这不是一架普通的轰炸机，它拥有封闭加压舱、远程飞行能力和遥控炮塔。听起来很科幻，但在1994年，它已经飞在空中了。它最大的战绩当然是广岛和长崎。但你以为它只是丢了2颗原子弹吗？那你就真的低估了它。B-29本质上是第一架真正具备全球打击雏形的轰炸平台。B-29其实曾经执行过一项极具戏剧性的高空投弹测试任务。为了测试核弹在不同高度的投放效果，他曾被迫飞到快3万英尺的高空，飞行员呢甚至穿着航天服的装备。而在战争刚结束后，美军立刻着手研究 B-29之后的故事。因为 B-29虽强，但它不够快，不够远，最大航程还不到6000公里，想要覆盖苏联中部还差点意思。于是，一架更庞大、看起来几乎不像飞机的巨型轰炸机诞生了 B-36和平制造者。它的绰号很魔性，6推4喷怪兽降落。6台螺旋桨推进，4台喷气引擎外挂在机翼上，发动机多到飞行员看着都头晕，能超远飞行，却慢得像个空中公交。结果还没来得及制造和平，就被 B-52这头真正的巨兽给取代了。你很难想象，有一架轰炸机从黑白电视年代一路飞到了5G 卫星时代，还在继续飞。它的名字叫 B-52，同温层堡垒。从1995年开始服役，到至今还没退休。这位老兵已经飞了快70年。而且它不是摆设，现在还在全球执行实战任务，还在改进，据说还要飞到2050年以后。换句话说，一架 B-52要比它的飞行员寿命都长。那它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能被空军宠爱半个多世纪？冷战时期，美苏两国相互瞪眼，动不动就把核打击挂在嘴边。那时候，美国的战略核打击3件套是陆基洲际导弹、弹道导弹核潜艇、空军战略轰炸机。B-52就是空中这块拼图的核心成员。它不仅能挂自由落体核弹，还能发射巡航导弹，能从美国本土起飞，一路飞到欧亚大陆实施全球打击。在对抗苏联最紧张的年代， B-52几乎每天都在空中值班。各种领行动期间，美军甚至让他们轮班在空中飞行，武器实装，随时待命，确保一旦苏联动手，美国能在第一时间反击。这不是演习，这是真的飞。几百架 B-52在全球上空日夜巡航，一飞就是几10个小时，甚至更久。那么它靠什么硬实力撑起这份职责呢？ B-52是一架极其庞大的飞机，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20吨，载弹量超过31吨，飞行高度能超过5万英尺，航程轻松覆盖全球。只要加油机到位，它甚至可以围绕地球一圈不停歇。这不是夸张。1957年，美国空军的3架 B-52就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挑战——全球不间断飞行，历时超过45小时。飞机从本土起飞，靠空中加油，一路飞过非洲、中东、亚洲、太平洋，最后又落回美国。那一刻，全球才真正明白，美国拥有了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打击能力。这也让 B-52第一次成为全球打击的代名词。不过，战争技术可不会停下来等你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苏联开始大量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，高空飞行不再安全， B-52不得不改变策略。它从天空的巨人变成了低空的幽灵。没错， B-52开始进行低空突防，贴着地面飞行，绕开雷达监测。这种飞法不仅技术难度大，还对机体要求极高。你很难想象一架几10米长、重达200多吨的庞然大物在400英尺的高度呼啸而过，那种震撼不亚于一场地震。这种战术调整是生存的本能，更是空军战术适应能力的体现。除了投弹， B-52还承担过一项特殊的任务——海上侦察与反舰。2架 B-52在执行海域覆盖任务时，仅用2小时就能监视大约1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海面的大小。
搭载高分辨率雷达，它能快速识别舰艇目标，甚至执行反舰导弹打击任务。这也解释了它在后冷战时期依然身兼数职，不只是核威慑工具，更是美军万能空中平台。B-52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不断升级。别看机体老，它的内脏比很多年轻战机都先进。目前正在推进的 B-52H Block 改进计划，主要就包括换装 F-130新型发动机。这台发动机可是由劳斯莱斯生产的，油耗更低，推力更强，寿命更长。升级雷达系统，换装与 F-15EX 相同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替换座舱仪表、通讯系统与电子对抗设备。这套内外兼修的改装，预计将让 B-52服役至本世纪中叶。说到底 ，B-52不是一架飞机，它是一个时代的标签。它见证了冷战、越战、科索沃、伊拉克，甚至在21世纪的高科技战争中依然坚守着高空阵地。它是战略轰炸机的老灵魂，也是现代空军的万能螺丝刀。如果说 B-52是空中钉子户，那 B-1枪骑兵就是那种被命运溜了一圈后，硬是活出了自己风格的硬汉。它的设计初衷很简单，飞得比 B-52快，打得比它狠，还能突防苏联的高密度防空网。于是美国人决定搞一架超音速、远程、重载、隐身性能更强的重型轰炸机，这就是 B-1的起点。但现实呢，有点坎坷。B-1项目起步于1960年代，冷战正热，美国空军急需一款能够替代 B-52的新式轰炸机。第一代原型 B-1A 在1974年首飞，最高速度能飙到2.2马赫，火力也足够强。然而到了1997年，项目被卡特政府紧急叫停，原因是太贵、太快、太明显，隐身性能呢又不行。这时候幽灵计划 B-2正在暗中推进，当时高层政府觉得别急，咱们先搞个更隐身的。结果到了1981年，里根上台了，一句话，两个都要，项目就此复活，迅速推进到 B-1B 版本。这时的 B-1速度降了些，隐身性能却上去了，最大飞行速度从2马赫降到1.25马赫，但雷达反射面积却减少了85%，而这正是它后续服役的关键。另外 ，B-1B 的雷达反射面积约为 B-52的1/50，这意味着它能更好地避开敌方雷达，但它本身却没有像 B-2那样全向隐身的结构，所以从侧面看依然容易被锁定，这也让它在战术上更像一把快刀。B-1的最大优势不是隐身，而是装得多、飞得远、打得快，最大载弹量可达37吨，超过 B-52和 B-2，是现役轰炸机里最多的，航程超过12000公里，中途加油可以从德州飞到西伯利亚，具备可变后掠翼，既能低空穿透，又能高速逃离战区。这种组合让它在执行常规打击任务时，比 B-2更便宜，比 B-52更灵活。原本 B-1B 也是为了核打击准备的，理论上能挂上24枚核弹头，一次飞行就能抹掉好几个战略目标。但到了1990年代，美国开始去核化，尤其是1995年 ，B-1被彻底移除核打击能力，变成了一架专注于常规作战的重型平台，这反倒成就了它的第二春。在海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、伊拉克、阿富汗等多战场战役中 ，B-1都是主力输出平台。一架 B-1能在6小时任务中投下100多枚精准炸弹，打击多个分散目标，配合无人机、卫星导航系统，几乎实现点哪儿炸哪儿。在阿富汗战争中 ，B-1一度被地面部队昵称为“空中出租车”，原因它响应快、挂弹多、火力准，部队请求空袭后不到10分钟就能达到上空支援上菜。进入21世纪 ，B-1也开始接受现代化洗礼，增加了 Sniper 先进瞄准吊舱，让它具备夜战和目标识别能力，并且升级了电子战系统，能应对新一代雷达干扰和导弹威胁，配备 AGM-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、GASSM 远程精准打击无压力。这种导弹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隐身巡航导弹，具备隐身外形设计，难以被雷达发现，专门用于打击远距离强防御目标。另外 ，B-1还能和 F-35无人机组成联合火力网络，哪怕面对敌方防空强区，也能站在安全线外完成任务。总结一下 ，B-1枪骑兵不是隐身之王，也不是航程冠军，但它是一把能快进、快打、快走的战术利器。它就像一位老练的骑兵，不玩花活，不搞潜行，而是靠速度和火力在现代战场上驰骋到底。正因为如此，它被称为战略平台里的灵活打手，能打快仗，也能打硬仗。如果说 B-52是那种不管你看见看不见，反正我就是在天上轰炸的硬刚派，那 B-2幽灵就是你怎么也找不到，可一转眼你的重要目标就被点明了的潜行派。从外形看，它像一只展开华翼的巨型蝙蝠，
没有垂直尾翼，没有突出的引擎舱，整个飞机就是一个一体化飞机。这种布局不仅前卫，更重要的是极度隐身。雷达照上去，它就像一滴水滴落湖面，不留一丝涟漪。很多人以为 B2 靠的是隐身涂料，其实这只是表象。真正的隐身是从结构设计、材料选择，再到飞行姿态控制的全方位配合。它身上的每一块面板、每一条连接，甚至连螺丝钉的位置，都经过雷达反射模拟精心计划，力求让敌方雷达看到的信号像一只鸟，甚至一只蚊子。进气道是 S 型弯曲的，这样可以阻挡雷达波直接照到涡轮叶片，因为这部分金属零件最容易反光。从外面看不到发动机是 B2 的一大标志性特征。在这里给大家剧透一下，B2 居然怕下雨。别笑，这是真的。B2 的隐身涂层是极其复杂且脆弱的复合材料结构，如果遇到强降雨或高湿度天气，可能会导致隐身层吸水、膨胀、脱落，从而影响隐身性能。简单理解就是下雨天幽灵就没那么幽灵了。所以每次出动前，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成了 B2 能否飞行的关键因素之一。B2 的打击方式也很幽灵，它不追求一口气炸掉敌人所有的基地，它追求的是一击制滩。B2 通常搭载的是 GDAM 系列 GPS 卫星制导炸弹，这种炸弹的本质是把普通的炸弹变成靠卫星导航飞行的智能炸弹。它的精准度高到什么程度？即使在战场上烟雾弥漫，能见度为0，它依然可以精准命中误差不超过10米的目标。更关键的是 ，B2 一次任务就能携带80枚这样的聪明炸弹。B2 在攻击任务中会刻意规避点燃雷达火力圈，什么意思？它会先侦察敌方雷达的探测频率空档，在敌人换班、雷达扫描周期低效的时段穿越，再加上超高空飞行加雷达吸收设计，实现空中无声潜入。所以有时敌人根本不知道它来过，等到爆炸声响起，一切为时已晚。更先进的是 ，B2 并不是单打独斗，随着数字化作战系统的普及，它往往能同步指挥无人机侦察、电子干扰、战斧导弹打击等多重手段，形成一次剧本级的空中协同行动。你甚至可以说，它不是在执行任务，而是在导演一场空袭大片。综上所述 ，B2 不是靠蛮力制胜，而是靠你还没察觉，我已经炸完撤退的战术哲学。在这个处处是雷达、处处是导弹的现代战场上 ，B2 靠的不是硬碰硬，而是不让你碰。而真正的杀手从不吵闹。既然 B2 这么强，为什么还要搞 B21？ 这个问题就像你家有一辆迈巴赫，你却还想拥有一辆 Cybertruck， 不是因为前者不够豪华，而是时代变了，需求变了。在现代战争里，隐身早就不仅仅是雷达看不见，更要信息上隐身、数据链上隐身，敌人根本不确定你存在过。于是 B21突袭者就孕育而生。很多人把 B21当成 B2 机型的2代，但其实它是彻底重构的下一代轰炸平台。从外形上看，它依然是飞翼布局，但体积更加紧凑，细节更加收敛，连进气口都做了更深的隐蔽化设计。目的很明确，让它在任何频段都像风一样。格鲁曼的工程师给他设定的目标是，无论敌方雷达怎么换代升级 ，B21的隐身性能都能必须提前一个时代。B21最革命性的地方不在于隐身，而在于它将成为一个空中中枢。它可以联网无人机、空战系统、电子战平台，甚至地面部队，实现作战数据实时共享。比如目标锁定后 ，B21不一定自己去炸，可以转发给最近的战斧导弹。被敌人雷达锁定时，它可以反向定位，把坐标发给反辐射平台，先发制敌。它甚至可以指挥一整个无人机编队，自己负责战术分配，别人负责开火。并且 B21的设计一开始就考虑了未来战争的变化，它不仅可以人工驾驶，还预留了自主作战系统的拓展端口。未来加入 AI 飞行算法，甚至完全自主飞行，都已经在它的预案中。这些特征让它跟传统轰炸机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它不再是只飞只炸的平台，而是随时升级的作战智能体。你可以理解为这是用 iPhone 的思维造轰炸机。另外 ，B21的维护费用将比 B2 低50%以上。没错，它不仅性能更强，还更省钱。B2 每小时飞行维护工时超100小时，而 B21的模块化设计加全天候维护仓涂层，大幅简化了维护流程，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。美国空军早就意识到，真正昂贵的不是研发，而是保养。飞机制造方面 ，B21将成为美军首款数字孪生轰炸机。什么意思？每一架 B21在制造的同时，都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虚拟孪生体存在于数字空间中，实时记录每一次飞行、每一个零件状态、每一次维修。这将帮助工程师提前预测故障、精准维护、远程诊断，让这架飞机从来不生病。B21不只是 B2 的继承者，
更是把轰炸机从隐身铁块升级到智能终端的未来平台。它是空军数字化转型的象征，也是未来几十年大国博弈中最沉默但最致命的角色之一。从 B-29 到 B-21， 这不是几架轰炸机的更新换代，而是一部现代战争进化史的缩影。每一代战略轰炸机的诞生，都是当时技术、战略和国际局势交织下的产物。它们既是科技成果的结晶，也是对战争本质的理解和深化。在技术层面，战略轰炸机的演进走过这么几个阶段。B-29代表的是高空加高载弹的工业火力思维 ，B-52延续了远程加持久的战略压制理念 ，B-1引入了速度加低空突袭，强调生存能力 ，B-2则彻底转向隐身加精准，避免发现产生王道。而 B-21走得更远，把隐身平台变成了智能节点，融入数字化战场的生态系统。这说明战略轰炸机的演化并不是单一技术的堆叠，而是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形态的变化，不断重新定义战略空中打击的内涵。过去，轰炸机是冷战核三位一体的压轴角色，一出手就是地球级灾难。但今天，轰炸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局部战争、精准打击、心理战威慑，甚至信息战配合。举个例子，一架 B-2在战区上空巡航，不需要投弹，仅仅是它存在的事实，就足以让敌人推迟进攻、调整部署。一架 B-21未来可能不执行攻击任务，而是指挥无人机群，协助战术数据同步，成为整个战场上的大脑。它的战略价值不再只靠摧毁，而是通过影响、塑造乃至操控战场进程。如果说 B-29是空中堡垒， B-52是全球压舱石， B-2是隐形利剑，那么 B-21及未来的战略轰炸机将是一个嵌入式、连通型、数据驱动的空中作战中枢。未来的轰炸机不一定比以前更大、更快、更狠，但一定会更联网、更智能、更难以预判。它们将和超高音速导弹、低轨卫星、无人作战机群协同作战，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立体威慑网。战略轰炸机的故事是人类如何在天空中谋划地球棋局的故事。从抛掷炸弹的轰鸣铁鸟到统筹作战节奏的智能指挥节点，它们的演化始终指向一个核心：控制战争节奏的人才能控制战争本身。如果你也对这些空中巨兽感兴趣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会带你持续深入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技术暗战。我是杰森，我们下期见。